算时间老去，就算无关心意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像鱼儿游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，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我要时间，你留给我。你去发一个总经办的职位需求给人事部，再帮我安排一次面试，单独和我。我知道了。嘉诚他这么优秀，有人喜欢有人追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如果他要是不好，没人喜欢，我也不能同意你们在一起啊。好了，等过了年，明年也该给你们挑挑日子了。哎，喝一杯。我听说，格兰城出事之后，你接手了。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。易总，您这么欣赏嘉诚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个宝贝女儿，她真是急脾气啊！这话还没说完呢，菜都没动呢，就着急说结束语了。没有，他只是说出我想说的话而已，对吧？易总慧眼识英才，不合作那不是一种浪费吗？我也觉着，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我发现的，也是我力排众议把这块地皮给拿下来的。开始的时候不被看好，可是现在它的潜力已经慢慢的显示出来了。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状况，但是不影响它未来的发展。它的区位影响和周边的发展指日可待。我只是最近老是在琢磨，怎么利用它的劣势，把这个格兰城的项目给它完成好，甚至把它做成一个精品，把它变成易茂地产的品牌标志，将来在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地区复制推广。好，那说说你的想法。我想先建一个中心配套设施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在股东大会上讨论过了。你和师姐和好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这么问。你在忙吗？想和你聊聊。不行，这么问没意义。嘉诚忙的时候从来不看手机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合作之前呢，还是要对格兰城做个具体的考察。我也知道，时间呢确实是紧了一些，但我不希望它仅仅是一个配套设施，它得有舒适度，有设计感，它得是一个作品。如果它能成为格兰城的标志性建筑，那就更好了，它本身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有些时候，坏事也能变成好事。配套设施设计图如果搞出来的话，说不定比项目本身
更具吸引力。您说的就是我的想法。所以啊，这个项目必须得交到您手上，我才能放心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嘉诚呐，前期的考察就交给你了。宋教授，您就交给我吧。易总，刚刚听您说，地面面积剩下有限，所以我认为楼层不必太高，而其建筑的外部结构要吸引眼球，应该要做到100米之内有足够的地标性，而且又能和格兰城其他的项目区别开来。确实有些难度。有难度才有挑战嘛。易总，您交给我，我回去想好了给您答复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哎，你不跟嘉诚再聊聊了？您不是刚交了任务给他吗？我就不打扰他了，省得他嫌我烦。小静，我们聊聊好吗？我累了，爸，咱们回家吧。我今天要睡美容觉。哎呦，这可不容易啊！你看看，这次老爸终于比男朋友重要了。宋教授，那您快回去休息吧。行，那你开车慢一点啊。小静啊，嘉诚可要走了啊。让他走吧。耍什么小性子嘛？爸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晚点回来。看，我就说嘛，这老爸呀，还是没有男朋友重要吧？爸，您最好了。早点回来。师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跟你打招呼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嘉诚，我好想紧紧挽着你，但是现在的我肯定没有这个资格。对了，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开始，他还蛮积极接受治疗的，但是现在，知道我放弃考研去找工作，前几天他就偷偷服了安眠药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先生，您这个不好意思，多少钱一共20。？20。其实阿姨最近的情绪并不是很稳定，所以你应该多花些时间去陪陪她。我已经从学校搬回了家里住，虽然她总是表现出积极接受治疗的样子，但一天不手术，我的心里面就不太踏实。手术的时间定了吗？还在等床位呢，或者再找找其他医院。大晚上的喝咖啡会睡不着吗？不会，等一下还得回生监院接着工作。对不起啊，耽误了你的时间。再10分钟，最多20分钟。我喝完手里这一杯，我就立刻消失。你不必在意，反正我在等我朋友，他能帮你安排医院的事情。谢谢师哥。没关系。
之前，其实这次帮你把医院安排好了之后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单独来找我了？小静她对这方面比较敏感。小静师姐，她确实是误会了，我找个时间一定会去跟她解释清楚。我朋友说今天有点晚了，明天才会给我答复。嗯，你那位朋友是高艳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只认识你这一个朋友。有点烫，我喝不进去。如果你要赶时间的话，那你先回去吧。你等一下怎么回去？坐公车。走吧，公车站离这儿不远，我送你过去吧。太晚了，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老婆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给我抱一抱。先把行李收拾好。来，我收拾那些只需要5分钟，我现在只想抱你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我们2个在一起，好像就没有分开过这么多天。有啊。上一次你去清陵，我出差没有办法赶回去，那一次就是3天。那我不管，3天就是极限了。那如果超过3天，你会怎么样？绝不能超过，我会窒息，会撞墙，会不顾一切的去找你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小静她对这方面比较敏感，我不希望她不愉快。这次帮你把医院办好了之后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单独来找我了？喂，你好，一毛。知道。易总，人事那边送来了尸检的资料。我查了一下时间，看样子他应该是在格兰城出事之前，就给咱们公司递过求职信息了。你说这姑娘她至于吗？想进咱们公司绕这么大个圈儿，我们公司待遇有那么好吗？好。面试安排了吗？啊，他们给另外一个人发了最后的面试信息，我让他们给尸检也发了一份。你做得好。那另外一个人还让他过来吗？我懂了。哦，对了，叶嘉诚在门口，说宋院长让他来取格兰城所有的设计图纸。让他进来吧，把图纸拿过来。进来吧。谢谢。走。谢谢易总。不客气。嘉诚，宋院长带你几年了？从在校期间开始算起的话，至今差不多有6年了吧。大3的时候，宋院长给过我一些学术上面的建议，我一直受用至今。也就是说，从那个时候，伯乐认出了千里马。易总，您过奖了。
我还有待于提高。伯乐只是在训练千里马。嘉诚，不瞒你说，格兰城这个项目很棘手。即便是宋院长极力的推荐你，我还是有些顾虑啊。你能理解吗？叶总，我想在您看到全部的中央配套效果图之前，我说再多也无法博得您的信任。这么说吧，建筑设计师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也是我获取自我成就的唯一途径。易总，我想请问您，您知道贝聿铭吗？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。是的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差不多是1948年从学术的象牙塔里面步入了实际的建筑领域。如果我是1948年年轻的贝聿铭，易总，那您就是威廉陈根道夫。你很会聊天儿。哎，阿姨这个造型不错啊，你给她造的型啊？阿姨这个造型至少年轻了10岁，不信你看啊，待会儿会不会有车大叔来跟她跳舞啊？就你嘴甜，难怪我妈就喜欢和你聊天。人家说的是实话嘛。哎，对了，艺贸人事部通知我最后一轮面试了，通知你了吗？还没。喂，你好。石简同学你好，我是艺贸集团的张凯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明天来艺贸集团面试，请你提前做好准备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具体的时间地点，短信通知你。好，我明天一定准时去面试，谢谢。是面试通知啊？嗯，那太好了，要是咱俩真能进同一间公司啊，这不是聊八卦电话费都少？但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部门呢。哎，不可能。等等啊，通知我，也通知你了，但总经办这次只要1个人呢。怎么办，师姐？咱俩不会成为竞争对手了吧？俏俏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艺贸人事部不可能就只要1个人的。再说了，就算咱俩真的竞争一个职位，我也会把它让给你的，因为你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。我不喝了，一会儿还得继续工作呢。哎，喝点小酒晕晕的，好画画外太空嘛。我看我还是先把地球管好，再去设计其他星球吧。哎呀，医院的事我给你问了，最快也得3、4天。其实这个转院啊挺麻烦的，不是说换就换的。这医生得看过检查结果之后才能下手术通知书。万一呢？治疗方案是保守治疗，药物控制怎么办呢？听他的意思，好像不会保守治疗，手术是最佳方案。你帮谁问的？师姐。啊？叶嘉诚，你是这样的人啊？宋小金可让我汇报情况了，什么情况？叶嘉诚喜欢上石简了。你别乱说，我就是害怕小静误会。我告诉你啊，石姐母亲转院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找好医生以后，这事儿我就不想管了。大哥，你可省省吧，可别管了。宋小晶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哎呀，这好人我也不想当了。要不是我为追这个女孩，不熟的人小爷我还不甩呢。行了吧，这次就算你帮我啊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追呀，你快追呀！你这书呆子，你小静。哎呦我去，走这么快，我还想出来劝劝呢。得了吧你，我看你是出来看热闹的。嘿，还是你了解我。行了，我先回设计院了。行吧，医院那边定好时间，我就打电话告诉你。好，先谢了。走了，拜拜。平时除了看课本以外，还读什么书？科幻小说。
诸如时间穿越之类的。那有什么专长？比如说开车？英语过了雅思，钢琴9级，学过一点茶艺，还对建筑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。咖啡机会用吗？会啊，花式的咖啡对我来说也没有问题。可惜我们公司没有这样的咖啡机。为什么选择来艺贸呢？因为艺贸的实力，以及它未来的发展。那你觉着艺贸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呢？地产是艺贸未来最好的投资发展方向，在未来国内大小城市都会有艺贸的置业，并且成为地标性的建筑。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，艺贸会发展在海外的投资合作项目，并且由住宅类的建筑向旅游业和酒店类的建筑来转型。哦，你那么有野心啊！因为这些未来一定会实现。但这并不是你来艺贸的真正原因。的确，我只是需要一份工资。在办公室领工资，很多时候不需要说实话。但，在您的办公室，确实需要说实话的人。格兰城这个项目虽然已经推倒重建了，但是已经对艺贸的名声造成了损失，必须及时补救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个人认为可以加上一些花边式的补充。具体说？比如名声都是口口相传的，人们在选择一个社区的时候，不单单是看重它的房子，还在于它的周边环境。比方说绿化、生活质量等等。如果可以在小区的附件上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，那就不用担心未来口碑会变不好。当然，现在一时半会儿业主们也住不进去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给他们一些期待的。比方说，在交定金的时候，可以给他们一些相应的福利。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建一个综合的配套设施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也不太了解地皮的实际面积，所以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可行性。完全可以。你母亲身体怎么样了？她现在情绪已经稳定了，也愿意配合治疗。我现在正在等待医院的回复，希望可以尽快进行手术吧。啊，对了。这是您的手帕，谢谢易总。那就等你母亲手术结束之后，正式入职工作。谢谢易总。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但是我希望以后在我身边工作，不只是为了一份工资。我会努力加油的。我相信你。对了。常进那个案子已经有了结果了。考虑到他主动投案自首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希望他改过自新，好好反省，争取早点出来吧。3年之后，常静还不到30岁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希望我为他争取到的时间，可以改变他未来的命运。你好，你好，有事吗？请问人事部在哪儿？哦，您是来面试的吗？面试哪个部门？总经理办公室。有通知你吗？有，这2天通知我过来的。哦，那你稍等，我问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喂。张秘书，面试你们办公室的实习生来了，怎么安排？你告诉他已经有人选了，让他回去吧。哦，好的。这个职位已经招到人了，不需要再面试了。啊？不需要人了呀？
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总经理办公室会突然招到人了呢？这我也不清楚，反正那边说招到人了，我看应该是有合适的人选了。我有个同学，他也是来通知面试的，他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，他还有没有希望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石简。石简？嗯。哦，他已经来面试过了，总经办那边或许招的就是他。啊，其他的一些东西啊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谢谢医生，我们这几天就去办，谢谢啊。好，那我就去忙了啊。都解决了。嗯，要谢谢你啊，我这2天就给我妈去办入院手续。转院不是什么小事情，你很幸运，阿姨不会有事的。那我应该怎么感谢你呢？谢我干嘛？你要真想谢，谢高燕飞。走吧。干杯，喝一个啊！石简啊，我作为师哥呢，得跟你说句话。这个眼界啊，得放开了，这老不能一叶障目。啊，你还要不要吃点什么？我再帮你点。哎，换句话说吧，石简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。啊，师哥。啊？你也不要左顾右盼了。祝你幸福，早日找到自己的夙愿。我呀，难找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你慢点说。我现在过去。哎，怎么了？小静在浴室里面跌倒，我要送她去医院。啊！我跟你一块去。你俩都喝了酒了，我来开车吧。你会开车？当然，走啊。不然，走啊。哎，不是，嘉诚，你还记得是你教我开车的吗？啊，不想练了，好难啊。那我们就先不学了好吗？我们先练泊车。好啊，我最喜欢了。孺子不可教也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真是这个水平啊，肯定不会让你上路的。那我正好就不学了，反正以后都是你来开车。宝贝啊，那万一我要是生病了，我要是出差了，必须要你来开怎么办呢？那你可以不生病吗？你要是出差的话，我可以坐地铁、骑自行车，还有坐公车，很环保啊。那如果我们要是自驾游呢？那我要是开了全程，每天晚上，你想想，我回到酒店之后，我还有什么力气去干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练就是了啦。开吧。车门打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别误会啊，师姐。放我下来！你小心点，脚不是崴了吗？师姐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接近我，欺骗我感情不说，你还总背地里向我男朋友示爱，现在连高艳斐都被你蛊惑了，你够有本事的呀你！小静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不了。
叶嘉诚，你不喜欢他，你倒是拒绝他呀！他找你帮忙你就帮，他让你喝酒你就喝，全天下女人都要喜欢你，我宋小静一个不够是吗？你不能这么说，嘉诚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，需要你告诉我吗？难不成你比我更了解他吗？我起码知道他是一个优秀、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。我告诉你，师姐，有自知之明的话，趁早给我滚远一点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太过分了，宋小金，你根本就配不上叶嘉诚。我配不上他，你配得上啊？当然，他本来就是我的老公。师姐，你疯了吧你！你们两个够了！师姐，你怎么会说出这么莫名其妙的话来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车钥匙给我，给我！请你马上离开。以后我们两个不要再联系了。因为我们的提前相遇，所以我与嘉诚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了吗？脚怎么样了？我脚特别疼。嘉诚，一会儿你可以背我走吗？疼是正常的，好在没有伤到骨头。在你脚好之前，别再穿高跟鞋了。嗯。嘉诚，是我错了。我刚刚不该那么跟你讲话，可我也是被他气得没办法了，我才那么讲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以后我不会怪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要再冷战，不要让任何人成为我们的阻碍，好不好？好了。你先休息会儿，医生说你血压低。嘉诚，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。我去帮你打水，好吃药。嗯。
还没放假，你这么早就回去啊？阿姨转院的事也解决了，医贸总监办你也进去了，你还管我干嘛呀？我还要恭喜你呢，这么神通广大，就把一切难题都搞定了，不像我，咋呼的那么欢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奈乔生气了。你今天去医贸面试了？你还好意思问啊？医贸总经办直接要了你，人事部告诉我不用去面试了。你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还想继续跟我装糊涂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通过常静找关系进的医贸？俏，你听我说，我确实是因为常静认识了易总，但是在我妈服安眠药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进医贸。直到后来出了这件事情，我才请求易总，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份工作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去总经办，因为医贸的其他部门也都在招聘的。如果你只想进总经办的话，我可以再去求易总，我请他把你调过来，我可以再去其他部门应聘的。你还真觉得自己神通广大，可以随便安排咱俩的职位啊？我已经看明白了，易总就是想要你。难为我这个傻瓜，还想着如果这个职位在咱俩之间2选1，我就把它让给你。我真的请求过易总，希望他能让我们2个人做同事。我不想跟你做同事。你没看到我拉着行李吗？我要去苏州找程子松，在那边工作实习。你不可以去找陈子松。够了！你不要再说程子松是个渣男了，我不想听这些。就像我不想听叶嘉诚是你未来老公一样。可是我知道这些确实都是真的。是真的又怎样？你说的是未来，不是现在。现在，叶嘉诚是宋小晶的男朋友，不是你老公，而程子松是我合心合意的男朋友。你确实说的没错，他现在确实不是。但我知道嘉诚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我的老公，陈子松也有可能会变成渣男，这些结果都是有可能成真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努力少走一点弯路，早日走上对的人生轨迹呢？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？难道只有你说了算呀？你跟我说你预知未来，在我眼里跟一个算命的没什么差别。难道我的人生都要听一个算命的吗？笑话！我才不管未来是什么呢，我只在乎现在。无论结果是好是坏，你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它。我的确没有资格去规划别人的未来，可我的努力，不正是为了让赖乔拥有更好的结局吗？妈，你看你一点都不像是来住院的，倒是像来度假的。像是住酒店，我都想通了。你看，也不用打扫，管吃管喝，不是很好吗？好。哎，怎么样？工作落实了吗？已经定下来了。等你这次手术结束，我就去上班。我女儿真棒。但是啊，别太辛苦了，别为了妈妈把自己累坏了，妈妈会心疼的。不会的，就是一个很稳定、普通、正常的工作，放心吧。那俏俏呢？和你一起工作吗？没事的，好姐妹不在一起工作也好。可是有一点，不要因为不在一起工作啊，感情就疏远了。同学和同事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知道。我这就去给你买。快点回来啊。行。吃个橘子。当樱花落地